掌声有请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翔宇。先磕了一下，好尴尬呀！哎呀，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，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。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，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，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，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，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。问我说：“翔宇，你怎么理解尼采？”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，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，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，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。我后悔，知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有，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，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，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南大。我说别吧，我都27了，我只是延毕了。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？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，哎，耄耋南大。啊，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。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。”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，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，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，不是马老师啊，是我，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，我跟你说。当时我一进去，然后那人在那喝水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日本买的，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，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。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。”谁问你了？谁问你了？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。我聊的不是杯子吗？没聊你呀，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？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，他就又来了。能理解你们年轻人，爹肯定是不好。我年轻的时候呀，你听哥一句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太诡异了，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。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，这我都懂。孔子、孟子。上野千鹤子，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，就是让我给建议，我给应届生建议，给年轻人建议，甚至给职场人建议。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，天天到处给人建议，我成专家了。妈咋的？本生专呀。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，就你让我搞笑我 OK，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。哎，我是真的很难理解，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，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。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，当作家。我送过你。哎，以前出书很难的，你想想司马迁，你现在把《史记》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，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？说啊，这样就可以吗？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？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？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？哎呀，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。我看了很多，我发现无论是谁啊，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，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。
多阅读，多生活，我又不傻，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。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？那书你都打不开，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，就这么努力，在古代得是个举人。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，2号线犯贱。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，说翔宇，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？我看的是《斗罗大陆》和《斗破苍穹》。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、细腻的情感，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。你说你累一天，晚上回家瘫在床上，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，费脑子，砸脑袋贼疼。我看什么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白天过了。你说你要是被领导、客户大骂一顿以后，你是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，还是看《斗破苍穹》，谁惹我全杀了？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、爽文，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？这你要真过成爽文，谁还看爽文？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。啊，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。马云说我破产了。哎呦，这种苦难文学，在这消费痛苦，不看，太压抑了，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。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，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？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，我想拍个短剧，一觉醒来，我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。谢谢你们，我是翔宇。谢谢于翔宇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，再次谢谢翔宇啊！演完了，我觉得我替祥子说一句吧，虽然好像扫射了这边很多人啊，但其实祥子还是这个挺体面的演员的，因为你们听他那个段子，不是说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名人就跨界出书。我实话实说，这个段子在我们讨论过程中有一版是这么说的：说司马迁看见这些名人出的书，说我这又算什么呢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特好笑吗？我相信各位都是资深的脱口秀观众了，大家都能想象，如果祥子用了这个作为段子的底，一定今天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他选择没用，我个人向你表示致敬，好吧？天真姐看完什么感受呢？我觉得那个祥子这集是上劲儿了啊，我觉得好多了。谢谢啊，他刚才已经表态了，谁再惹我，我把你们都杀了。谁惹我全杀了。惹他的不就是咱们几个吗？庞老师帮我着补了，但是我写这个段子就因为确实没有扫成各位的意思，真的。没事儿，哎呀，还有谁出书了？就我吧。小佳也有书。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脱口秀表演已经，我觉得又进化了。其实刚才他跟刘洋俩人都已经开始互动上了，演 sketch。我觉得以后咱们在表演的时候，如果就剩俩人了，真是可以能互相这么说，啊，那不就是相声吗？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真没设计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提前是要打教主，我们甚至可能都不是一组。然后刚才庞老师说我还有一个别的底，我也特意没用，因为他书其实不算畅销书，没有卖那么好。这个是有意设计。是我狭隘了，是我狭隘了。哎呀，马老师呢？马老师看完第一次现场看祥子演出是不是？对，我第一次，我不敢给建议了哈。不敢对，就中年人没法给别人建议。不是您说马老师，您说。挺好，很精巧的，很多结构很精巧。然后我觉得好像
其实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东西再说得更透一点。我的那个意思就是含着半口，这是我内心那感受，就那种。然后你前面是不是有一段那个表演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？我眼睛小，有一种很藐视这个。不演了，马老师，我还想去喜人玩呢。我没说你能来啊。得罪了已经，对不起。特别好，喜剧人都有自己的坚持，一个坚持不用，一个坚持要去。对，欢迎，谢谢马老师，我也是第一次现场看祥子表演，我觉得气氛非常好，就是整个氛围感都营造出来。所以我最后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？建议吗？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地方做这个嘉宾，所以给我一点建议吧。庞老师救救我，庞老师，马东老师救救我。祥子，你评价一下佩岑。我错了，咱们往下过了。我特别喜欢看祥子窘迫的样子，因为跟他台上意气风发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你再说话，我给你建议。让我走吧。好，谢谢祥子，谢谢，请先回到对战区休息。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最后一位演员刘洋教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哎呀，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。就是大家也知道，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，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，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。书名叫《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》啊，然后，但说实话，多了很多的机会，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。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好吧，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，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，就是那个角色小的，就这么说，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，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。我就坐你旁边，一到那我说，哎，你说哦，那就是我的角色，就那么小。但说实话，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。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，只要机会难得，我就会觉得不配得。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，我到了剧组，我什么都不敢干，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儿，他们就把我给换了。我甚至我不骗大家，真的，我饭都不敢吃。剧组老师说，刘老师吃盒饭吧，我说我从不吃饭。我生怕我一吃饭，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，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。我特别紧张，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，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，各位见过哈？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。我不是因为别的，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。我在想，这个麦离我那么远，我如果台词没收到，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，把我换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想的是，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。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突然想亲我这个人。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，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，他直接贴在皮肤上，这个真的压力太大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，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，我太能出汗。当然这不怪我，这怪我的基因，因为我姓刘嘛，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。什么东西？又汗又潮。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，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，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，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。然后每次都掉，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？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刘老师，表演特别好，表情动作都很到位，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，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？不要直接删掉。我说我有病吗？我一共3句台词，我删1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偶数嘛我。然后我说，他说你看看回放，我一看回放，我的天呐，各位，我何止是删掉，我还怪叫啊。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，逐渐消失。
然后一阵沉默之后，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，就在那，因为我的麦在掉。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，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。我肚子在叫，是因为我没吃饭。我因为没吃盒饭，我叫他领了盒饭。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：“我说老师，该这你帮我解决一下，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？”音响老师说：“刘老师没事儿，我给你一好东西，这个劲儿大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！我刚进影视圈，想让我塌房。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，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这个是胸带，勒的劲儿贼大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儿好好说话，判几年啊？你们这儿胸带是什么呢？各位是这样，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，是一个肉色的皮尺，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，然后记住了，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。”我说：“这也太牛了。”他说：“更牛的是，整个剧组只有你有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。我第二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，我甚至我的导口，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？啊，跟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，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，表情动作都很到位，台词尤其清晰。但是，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，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，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改哪儿了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导演，我不理解。我来你们这儿，我要不删成偶数，要不改成变态。我是什么？奇变偶不变。”导演说：“你来看回放。”我一看回放，我去，各位，我可太变态了，我太变态。各位，但是是这样的，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，我是渐变。它是怎么个过程呢？它是这样的，我是每天早晨健身，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，非常的饱满。那个胸带到这儿，叭就勒紧了，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，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。吹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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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吹牛了，吹牛了，吹牛了，这吹牛，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。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，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，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，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。但各位注意，它不是全掉，它是就掉一点。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。我一说台词就是“你现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？”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？怎么不敢直视我呀？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，这个。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，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。我总不能拍之前说，各位开工之前我说两句啊，这个是麦克，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。不光穿那女士内衣，还给内衣起名字，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，麦克，好歹叫米歇尔吧。小海都只穿8小时，他一直带着。我跟音响老师说：“我说老师，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？”音响老师说：“我真没办法了，要不然就这样，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，你把它搭在肩上，就不会掉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就更像了，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，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。”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，我就，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。哇！庆幸的是，各位，庆幸的是，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，哇！因为被整个剪掉了，被整个剪掉。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应该能想到的，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。当时，但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，也无所谓了，剪完了，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。反正我现在一支荔枝就哭。
从来只有妃子笑，有谁听到刘洋哭啊？那一瞬间我真的暗暗发誓，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。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，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洋，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洋，谢谢。谢谢刘洋的表演，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刘洋。我觉得又应该先问问马老师了。您现场看过教主演这个？他北京演出我去过现场哦啊，他北京演出就是他专场的时候我去过，比今天的好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很矛盾，我只有1票。如果有能力，我想马上就淘汰他，让他回去创牌去。我就知道您抓我回去坐牢的。但是那个刘洋啊，我这么说吧，我觉得就观众投票去评价他的那个作品哈。但是刘洋呢，真正骄傲的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真正骄傲的，真的不是他获得了什么成绩，是他健身的结果。极其有心机，你看他刚才，哎，就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个立麦就给拿起来，哎，还得横着，看吧看，哎，他叫立麦呀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不动，所以那个座儿特别沉，他就一定要哎，这轻轻的拿起来，晃一晃，来。这就是我跟你讲是心机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跟他说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他的胸大肌不能够挤碎什么？他什么都能挤碎，他急了连自己都能挤碎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刘洋，但我依然还是看见了那个，就是完全不服输，然后完全不能不赢的那个刘洋啊，同样的叫棒。这儿要真的澄清一下，我是把好几次拍电影的事儿挤在一起了，并不是长安的荔枝把我删了，的确也删了，但是没有。希望大家多支持长安的荔枝，非常好的一部电影。是那个电影，不是那个剧，剧已经播了，是那个电影。对，剧也多支持，剧也多，谁也不敢得罪我。现在剧也多，话剧也支持，话剧也支持，书也支持，书也支持，书也支持，普通荔枝也支持，普通荔枝也支持。非常体面，这是。其实你想都剪掉了，你说是哪部电影都行。对，你说你演的是下一部《阿凡达》都行，这就有点扯了。我现在就是从一整场看下来，我的内心就觉得大家其实都是 hold 住全场的。其实每一段表演，每个人都是自己舞台上的主角，所以大家来做这个所谓的竞赛节目，我觉得刚刚我们有看到有些人暂时离开了舞台上，但是我想讲的是，其实你们都已经是自己的第一名，然后你们在舞台上就是最闪耀的了。所以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精彩的秀，我今天非常非常的享受，我觉得很感谢我可以坐在这里欣赏这么精湛的表演。你们都好棒，真的。大林呢？因为大林现在这个各种影视也是，他说的这个事儿会唤起共鸣。确实有共鸣，但我也没系在这儿过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有系在腰上，系在腿上，你还往这儿系啊？你是诚心的吗？该不会那音响老师是个变态吧？跟我没关系啊，我永远捍卫你穿这个的权利。谢谢，支持刘洋穿衣自由。哟，my bro，他也养上了，你瞅瞅你。brother，my brother。好。而且我觉得佩森姐，其实您不了解刘洋，刘洋一定不是要做自己的第一名，他就要做所有人的第一名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真的。做不了了。哎，那刘洋是那种会就有焦虑的情绪发朋友圈的人吗？我不会发，我就给刘仁成朋友圈点赞。刘仁成天天说要淘汰，天说要淘汰，我就很开心。我说那我们组可以选他们组。刘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心中有一种版图，他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去完成。然后他比如说这边参加完喜剧节目，这边要去脱口秀，那边要写书，那边现在要去攻打影视那个城池了。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无穷无尽的征服，然后要把一块一块版图收入囊中。你最后要干啥？反正我死都不去再见爱人。是邀请你了吗？你突然拒绝？我先拒绝嘛，
万一要是没有，就有什么荣耀的，你也别去，你也别去。谢谢你的祝福，真是。那你可以夹碎一个东西给我们看吗？重新开启投票渠道。感觉斯卡拉，我就刘洋就是一个不管涉足到什么领域，都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做到特别好的人。我觉得他最后的那个说的那个，就是想让以一个演员的身份被大家重新认识，应该也是他的心里话。爱情